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关心到是新的一年2026年到来，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表现到底如何。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持续对美国，他们持续的买黄金，但是呢，持续的卖美债，是不是2026等于中美摊牌做最后的一个布局？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先来看一下2025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用数字告诉了世界一些有关于经济上面的讯号，那就是 A 股现在呢封关日发现它创下了6年最大的一个涨幅，表现非常的好，沪指站上了3900多点，全年涨幅更是飙涨了18%，创业板全年也是爆冲了大约49.57%，尤其在科技类股上面是贡献了股市非常多，机器人商业航太或者是能源金属表现都非常的好。另外一头则是香港了，香港我们看到在2026年呢，一共是有106家的企业终于是 IPO 了，吸金也非常的多，这个金额甚至来到了全球第一。重点是90%都是来自于大陆的企业做上市的，被形容是中企的一个吸金池。好，这个是有关于在资本市场的部分。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的另外一个去年的一个重大布局呢，就是它持续的买黄金，并且呢卖美债。黄金买了多少？大陆的央行连续12个月买黄金，储备冲上了7409万盎司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到在黄金飙涨之下，黄金占外汇的这个除重的比例一度写下了历史新高。那另外一方面，大陆也持续的挖金那在这个地方是在中国大陆的东北辽宁挖出了1444吨最大的金矿，价值换算新台币高达了6兆元。那中国大陆政府展望的2026，它还要持续的提振它现在比较虚弱一些的内需市场，所以呢，还有它的投资市场，所以呢，它最新宣布展开1.3兆元的投资计划，来稳投资、撑经济，继续它的经济的成长动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 A 股的牛市大爆发，这个会是一个资本市场的泡沫，还是这背后是真的代表了经济上面的畅旺呢？那另外一方面，大陆持续的买黄金降低美债，是在为接下来2026中美的摊牌做准备吗？委员怎么解读？对，我想过去几年这个我认为习近平推动了几个重要的政策，在当时他推动的时候，外界其实都是以看好戏的心情甚至这个酸言酸语那么来批评这些政策。可是现在你回头去看，你会发现习近平当时在推动这个政策是很有远见的第一个，他去处理了房市泡沫。当时大家在笑说你没事去处理什么房市泡沫嘞？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但是还好他处理了房市泡沫。他如果那个时候不处理，这个时候的房市泡沫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当你面临到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你的房市泡沫就让你雪上加霜，可以让你一枪毙命了。他当时处理了房市泡沫，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房市慢慢开始稳定起来了。就你现在去看看北上广深我最近才从上海回来，我看了古北的区的一个房子当时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房子看起来挺不错的，我们都以为说，哎呦，这个房价开始下跌了吧？你无法想象古北区的一套房子可能还不到台湾的50平，要台币9000万呢。就不是我现在讲的，不是滨江区，不是什么特别核心区，就是一个古北区的房子，台币要9000万了。所以它的房价已经逐渐的开始稳定了那么已经开始在抗跌了。那还好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房市对中国大陆不是问题。然后第二，他做了共同富裕。那个时候他推共同富裕的时候，大家就笑说你推共同富裕，你就是共产党，你社会主义又重新回来了。结果呢，还好共同富裕，今天中国大陆的消费人口开始增加。我每一次去中国大陆，我都会去看那个卖场的人，我会看上班时间的人或者假日的人。最近我们家的亲戚还在福州嘞，我特别问他说，那福州的状况怎么样？不管是上班时刻或者是放假时刻，福州就是个人山人海的地方。我现在还不是讲北上广深，我讲的是福州，它都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这种内需的消费，不就是因为共同富裕来的吗？如果你没有共同富裕，你就走回美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了。那到时候你在这个时刻，你就根本不可能靠内需的消费来带动你的经济发展嘛。然后第三，增持黄金。他在过去这几年增持黄金的时候，大家都在笑，说你干嘛要增持黄金呢？你看美债的利率这么高，你拿黄金又没有利息。可是他当时的增持黄金，他入手的价格可能才1000多2000美金，现在已经到4500了。所以他在过去这几年不断的增持黄金，其实对
这个中国大陆来说，当然是一个大的获利啊。然后再加上分散市场，因为分散了市场，所以东盟取代了美国成为最大的市场，所以它没有受到冲击。也正因为这些，你才会看到2025年。在上证指数涨了18.41%，深圳指数涨了29.87%，创业板涨得更高49.57%。为什么？就是因为政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在中美贸易战里它根本没有受伤。再加上政府投下了全部的资源去发展科技。你光看最近中国大陆的一个 AI 公司叫做 Manus， 当时做 AI agent、AI 代理人的时候，很多人还在嘲笑说，怎么可能通用型的 AI 智慧这个时候做得出来 ？Manus 做出来了。25亿元卖给了 Meta， 这是 Meta 有史以来的第3大的收购案，就是买了中国的另外一家的 AI 公司。中国不是只有一个 Manus， 我们数字王国在中国有据点，我们也正在中国寻求上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中国大陆这种公司多的是。那么这些科技的发展，成为了当然中国大陆股市的一个重大的动能。所以不管是上证指数、深圳指数，或者是创业板，甚至像港股，当然都因为这样的动能而拉升起来。是好，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一系列因为政府政策的拉抬所以对于整个稳经济上面有了一定显著的一个效果。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请聂老师从地缘政治上面来做解读好了，因为大陆一系列的动作，不管是买黄金、卖美债等等，是不是也在中美之间，在2026年尤其要做摊牌？好，地缘政治我后边讲，先讲一下刚才那个我们讲孙元讲的也有道理，就是2022年3月，这个习近平讲的一句话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用了3道防线。对，那我觉得这是休克疗法，但一定要这样做嘛。如果是现在发生怎么办？现在这个国际形势这么地缘政治这么严重，立刻死对。但在3年前，他真的做到，真的打压到了。当然，你知道碧桂园、恒大等等一系倒地，没有错。房地产也这么低，那我讲不好听，这有点像休克疗法。你今天已经倒到那边不行了，就帮激动你一下，让你好像很惨，其实你慢慢就会恢复。是，我觉得他们在做这个，这是第一个。当然感觉上经济不太好。再来第二个呢 ，COVID-19 走过这一段时间，因为封城锁国，的确消费的确有这个降低不少。所以当它即便在2023年开放之后，的消费力道并没有完全起来。第三个很重要，因为大陆的产能过剩需求下滑，从胡锦涛开始就一直发生产能过剩，尤其他们在最后科技发展太快之后，我跟你讲真的很可怕，东西产量太快了，成本也都太低。我们都知道量多嘛，便宜就产生内卷。这内卷你没有办法，就会造成经济的一些紧缩。不过我觉得大陆官员真的很厉害，我最近看到几个视频他们一直在跟人民讲，没有错，我们的经济其实他们经济真的有点受伤。那他们的爱国心也不断在提高因为最近不管甚至高市或者是美国的问题，他们现在教育的非常的深化，你知道，他甚至我看到他说，我们一定要说一结实，一定要忍耐，我们一定要收紧。如果你不收紧，我们将会100年难以翻身。只要我们收紧，我们只要够忍耐，可以告诉大家，100年都是我们过好日子。这个国际就是我们做控制权，只要大家撑过这一段时间，100年是我们的。如果撑不过100年都翻不了身，请大家一定要忍耐，将来就会好。我觉得非常重要。我最后讲一个我很清楚爆黄金还有这个抛美债、降美债的主要原因主要就要去美元化。中国做太多事情，包括刚刚讲海南岛这个10月18号的海南封关一样的道理，它就是要去美元化。在2018年1月18号的上海期货交易所用石油用人民币换也是去美元化，太多，它从内从外都在做这个动作，甚至它用它的未来的高规格金融站这个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叫 CBDC 也是在去美元化。他真的做到的，想用各种方式来做，这就是他很棒的策略最后一个地缘政治，我觉得最妙的跟这金融有关。他在2个月前11月初，他发了一个美元用美国债用中国发美元债，你知道在香港40亿，认购率多少？你知道吗？29倍，1182亿。美国自己发同样债3倍，他是就是还是对美债已经38兆了嘛，这么欠那么多，还是有信心3倍认购率。中国是它的10倍认购率，什么意思？他在用这个测试，因为今天控制美元债是中国来控制，反正我先收集美元，然后我发债，钱是我在用，你比你这个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好。他先试一看他在国际的呼朋引伴的力量，他发现他现在国际信心比美国还强。现在国际中，包括你在上海弄个黄金储库，马来西亚去存也就是说，你们不要在美国存，不要在纽约存，以后来这边你的外汇准备的黄金等等就到我国家来。这个是要拿到国家全世界主导权一个很重要的苦路，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刚讲地缘政治，我觉得他这一道做的不只是股市，当然股市从2700多了，在去年中的时候，现在真的涨到全部，光今年你刚讲的差不多28,000点，对，现在到4300点，4200多点，涨了快30多%，这个的确表示对内对外大家对他都有信心。除了刚刚讲真实
就是买那个债的9倍认购率之外，那个是外资来的。他们的 A 股也有很多是外资，表示国际间不止他本国这个国民，外资也对他非常有信心，也就是造成他 A 股上升的主要原因。也很清楚看到这个地缘政治鹿死谁手，看起来龙鹰之争，龙好像是赢了这只老鹰。好，这个是国际资本，刚刚聂老师帮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对大陆的信心度持续的上升。那确实就在此刻，因为已经2026了嘛，其实麦肯锡也做了一个最新的报告，是有关于大陆接下来的消费者市场。他说认为接下来会有5个很重要的惊喜。刚才带观众朋友来看，第一个，他说大陆的零售市场展现的强劲的一个弹性，尤其他就看了一下2025上半年的销售，较前一年暴增了5%，电动车更是重点，飙升了37%，汽车也不错哦，增长幅度11%。再来就是旅游业哦，较疫情前增长幅度呢，国际航班啊增加了最多13%，国内旅游成长幅度15%。汽车产业呢，中国2025的汽车销量首度的超越了日本，登顶全球第一。电动车的出口11月直接翻倍成长。接下来包括了资本市场持续看好之外，还有大陆的流行文化，不管是黑悟空啊，或者是泡泡玛特、拉布布的销售，在全球也都是非常的好。但是眼前呢，《华尔街日报》又点出了大陆也不是没有困境的，特别提到现在的年轻人 Z 世代的年轻人，好像在找工作上面压力比较大，因为内卷太严重了，所以兴起一个所谓叫做当老鼠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都会在比较小的房间里面，然后每天一直滑手机啊，躺平滑手机，然后比较少社交等等。现在是不是也成为大陆有一些内部的问题跟外部经济的表现？张将军怎么看？这个讲老鼠人，就我们这边在台湾讲就是啃老族啊，就是靠长辈啊，长辈反正有这些存钱啊，完了现在孩子也生得少，靠爸爸妈妈就可以了，所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看整个社会的结构跟未来国家的发展的状况。现在中国大陆啊，它之所以在经济上能够忍受度高在哪里？储蓄率高。因为中国大陆的储蓄率是46%。就是说我赚100块钱，我存46块，我只花54块，我一直存。所以现在中国大陆14亿人口，但是它现在储蓄的金额是160兆人民币，160兆人民币，我们14亿人口存了160兆人民币，换句话说，平均每一个人呢，存了11万多人民币，你看够不够？够不够多？每个人手上都有这些钱，只是放在银行，放在他的这些储汇局是这样子，他有这些钱可以用啊。所以，但是年轻人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将来会有3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我们讲到了，将来要有发展了，一定是官二代、富二代，或者是科技精英，或者是金融精英，这可以。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些才有背景啊，官二代有官的背景啊，富二代有钱的背景啊。那个这些金融精英或科技精英，他是有科技的背景啊，所以是这样子，他有这办法才可以。因为这些将来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翻车？还有一个 AI 过来了，很多东西都自动化了，很多东西智能化了，不要再靠这些传统手工，一般基本水准的都被取代了，连开这个司机都不要了，我自驾车干嘛要司机啊？通通被取代了，又3D 列印，又是我们讲到的这些附加价值高的这些科技都出来了，你还需要人力吗？所以将来这个中低水平的年轻人想要翻身，非常困难了。除非是官二代、富二代跟科技精英才有这些机会，那其他的只能干瞪眼了。好，而且这对年轻人来说，它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哦。就像刚才张先讲的，它不是只有在中国大陆嘛，啃老族在台湾也很严重啊。但是我会认为中国大陆，我仍然还蛮看好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年轻人的素质相对来说是经得起检验的。我不止一次在这个节目讲，我们在发展 AI， 我在研究所教 AI， 我们公司在做 AI， 我们去找 AI 的人才，只能够在中国大陆找。你要么在矽谷找，你要么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985、211多的是啊，但是这些人将来就会很快的可以投入新的赛道，投入新的产业里头。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他所面临的状况，全世界都一样啊。那只是看说哪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他能够最快的走出这样的一个产业变革的困境而已嘛。是，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